看，这是以前的人瀑布的地方。我奶奶出来啦！我也想进来。我们这一次到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吉尼斯家族的他们的夏天的宫殿，非常壮丽的宫殿，还有宫殿周围的本地的小村落。我们体验了去挤牛奶，当地人是怎么做面包，我们来看一看。同时呢，视频最后我们再聊一聊，我们看到了这种的财富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对我们的人生定义，怎么样去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以及怎么样人生过得更精彩，有什么启发？我们来聊一聊。好。Brass House 据说是一位城堡，还有呢，城堡周围的花园。好，我们走向这座大房子啦。什么 ？Baby。我现在在的这个庄园叫做 Macros 庄园，它一开始属于 Herbert 家族，他们在19世纪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有钱的、有地位的。当时1843年建完这栋房子之后呢，曾经在1861年接待过英女王。然后可惜的就是19世纪之前，他们家族破产了。Herbert 家族呢，在19世纪之前，他们就 bankrupt 了，就是破产了。然后这栋房子呢，被谁买了呢？就是大名鼎鼎的 Guinness 家族。Guinness 就是这边就是应该是国产之光了，黑啤吉尼斯。然后家族买了以后，其实就把它们作为夏天度假的地方，是一个狩猎的地方，所以可以看到墙壁上有非常多那些动物的标本，这是他们的度假。看，这是以前的人瀑布的地方，洗手间。这好像是中国过去皇帝用的那种公桶。你说什么？海臭，这个是马桶。这是小朋友的房间。看，这就是竖琴，对 Guinness 家族的吉尼斯啤酒的标志就是一个竖琴。这就看，从这里往下到地下室就没有地毯了，这是过去的仆人住的房间，我们去看看吧。看工作人员区域上面有一排铃铛，可能楼上哪一个房间需要服务，对应的铃铛就会响了。这是过去的红酒酒窖。这是厨房做饭的地方。看这座被称为 Guinness 庄园、吉尼斯家族庄园的房子确实很气派，而且它其实是在国家公园的旁边，是坐拥非常非常应该算是爱尔兰最特别的自然风光区域。他们很会选地点，然后在里面参观的时候呢，也是看到很多很精致、很精美的设计。这房子本身一开始的那个 Herbert 家族其实是请了一位维多利亚时代非常著名的建筑师帮他设计的，所以我觉得整一套房子给我感觉就是很标准的那种欧洲的老钱家族，非常有品味、有设计、有钱，然后把这个生活打造的精致，非常精致。We're back again. You ready? 1, 2. I want to do it. 哇，我奶奶出来啦！我也想进来。我指一下这个。这个不行，这个可能没有。你来吧。Is she empty? And what about the other side? Yeah, let's do this. Yeah, we can switch. Let's switch side. Milk the cow. 他们每天也是2次挤奶，然后大概说可以20分钟左右吧挤完。你用多少个？啾啾，你要去试试吗？哦耶！奶，baby。奶。OK。Right. Sorted, please. Oh, sorry.
这是传统的方式烤的面包，而且还是酸面包。They put it into this pot, 哦， and then they'd hang up the pot. 哦， hang it there. And Okay. they'd put hot coals all along the outside, and they put bread on it, and they turn it and watch it. 你看以前的人住的地方，看这墙上挂的农药桶，还是法国制造的。以前的小朋友睡的房间。啊，这是小猪的房子。看，小猪说你好，快看，里面还有一个大猪。里面还有一只躺着在睡觉。哇，是呀，你看这只猪，它好像在冲着我们微笑呢。只有2只，有3只。对，3只小猪，最后这栋房子大灰狼没有办法吹倒。你看一下，看一看刚刚咪大小朋友挤的奶。看刚刚那位小哥非常原始的拉着一辆驴车，拎着一桶牛奶。他们说这牛奶是用来做 butter， 然后做完黄油以后呢，可以留着一些和面和在一起做他刚刚吃的那种面包。看孔雀要开屏了，哇，它会抖哎！你看这个下午哇，它在抖动。这是想示威吗？还是说它看上那只鸡了？开始了。开始了。哇，好像这只孔雀在施魔法。你看它所有的羽毛都在抖。哇，好特别啊！看它收起来的动作，慢慢的。Smallest I understand on my hand。让我手一下吗Goodness, aren't they gorgeous? 喂猪了，喂小猪。哇，小猪在喝奶，那么小，但它们只有3周大哦。看喂牛了，刚刚的小猪是4周大，这一只牛其实只有5周大，但它比猪个头大那么多。咩。小活泼的小羊只有1个4周大哟。We'll be taking it to us. I don't want to open that for. Well, they can finish the bottle in like a minute. Yeah. They drink really fast. How many bottles do they need a I day? give them 4 a day. If Four. you gave them 20, they drink 20. Oh. But all that happens then, their belly swells too much. And Right. they, 还有一只小兔子在睡觉。哎，又见面了。这是吃饭的餐厅，还有厨房。这是很久以前小 baby 还有爸爸妈妈睡的房间，以前住在这儿的一家人。看，这是以前的人的教室哦。Father means 100,000 welcomes. Okay, when you're welcoming somebody to your home in Ireland, you'll say Keed me the Father. Okay? Madanva means good morning. Tatu Gahalan. Tatugahavan means very beautiful。但我们就在这栋房子里，以前的小朋友就在这儿上学。爱尔兰的 Guinness 庄园呢参观了一遍，然后同时看到了田园生活和这种欧洲老钱富有家族的生活的这样的对比，其实引发了一些感悟和思考。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当下看到那些非常精致的装饰，还有它能够坐拥一个国家公园的风景，我觉得是肯定会有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甚至就会觉得哇，这样子的生活会非常的羡慕。但是其实按照我们比较理性的一种思维呢，去分析，比如说为什么 Guinness 它能够成就这样子的一个财富级别，那它曾经
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或者他碰到了多大的时运，就我们以这种理性的思维去分析。就有一句话就是欲戴皇冠必承其重。如果 Guinness 他觉得打造一个啤酒王国是他想要的王冠，那他当时其实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多辛劳，同时加上他遇到了运气，而且还有非常多的商界的角逐呀什么的，这些肯定也是他需要去换取的。那么换之，比如说牺牲跟家人的时间，或者说要朝九晚五工作，或者要学习厚黑学，跟大家去做一些勾心斗角的事情，就诸如此类的。然后我们先去理性分析，愿不愿意去付出。那如果愿意去付出，就知道在这个追求财富级别的过程中，是必要去拿一些东西去换取的。我觉得重点是你付出的这些事情是不是享受付出的过程？对，其实呢，你最后换取的东西，你真获得了，也许会觉得，哎，也就是那样。就像我们以前想要的房子，我们想要的海边的房子、山顶上的房子，想开的跑得快的跑车到开得大的房车，其实获取了呢，我们觉得，它就还不错。但是呢，跟获取之前的那种想要的那种状态是不一样的。获取的过程其实最开心。对，获取的过程，那这个时候获取的过程，也许它意味着我们，要学习很多的知识，要交很多的朋友，要去很多地方，要研究很多的市场。如果这几件事儿是我们感兴趣的，那就是在这个攀登的过程中，是最容易进入这种心流的状态，进入 flow 心流的状态。而我们发现，快乐和幸福感就在心流的这种状态中产生的。对，其实我记得沙哈尔有一本书叫做《幸福的方法》，然后它里面提到呢，就是怎么样得到一个幸福快乐，就是所谓心流 flow 的状态，就是你的技能，横轴是技能水平，竖轴是挑战难度。太简单的技能你会觉得乏味，太难的那个挑战呢，你会觉得就是纠结或者痛苦，会让你这个止步不前，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所以你要在中间找一个平衡点。我觉得欲戴皇冠，这个皇冠又是要想清楚适合你的皇冠是什么。对，它也许是一件攀登珠峰，也许呢是阅读很多书去写一本你爱好的方面的一本书，也许是一种艺术上的呈现，也许呢是一种财富上的呈现。其实这个皇冠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对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阶段其实是不同阶段的时候，它东西也是不一样。20岁、30岁、40岁，同一个人他过这个人生的旅程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不一样的。你设想，你从大学一毕业，22岁就打一个游戏，这一场游戏逼着你一直打到55岁、60岁，多无聊。所以每个阶段都可以打不同的游戏。王冠究竟是什么，对每个人不一样。但是人因为是社会动物，所以会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在我们形成我们的社会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时候，受周围的环境影响，然后我们会觉得 OK， 大家都这么认为，那个东西就是王冠，那我是不是就这样？就像我们之前在爱尔兰跟那个法国小帅哥聊的时候，他说I come from this， 他意思就是说我的生活环境让我觉得成功就是好的工作，然后有钱出去旅行什么的。但其实在寻找这个意义着力点，还有你的王冠究竟是什么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尽量提醒自己去避免陷入到一个你由于在的环境而限制了这个王冠具体描述的方法。对，这就需要独立的思考。对，这怎么去让打破这个圈子呢？有一句话说，社会的进程是怎么推进的？就是下一代不听上一代的话，就是社会进程就是这么推进的。所以呢，这就是从独立思维带来的。我虽然成长于这个环境，但是难道这个游戏的规则真的是这样吗？难道一定是要达到买这个房才是成功，达到这个职位才是成功，积累这些财富才是成功？一定是有这些？这其实不一定是某一种具体的形态。对，所以呢，去问问题。有一本书就是说，问出好的问题会给你带来一个更满足的人生，更快乐的人生。所以学会问出好的问题，学会批判性思维，独立的思考，问出好的问题。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或者是看一些媒体的这些好的作品，那跨时间、跨空间，看看历史上从古到今的人们是怎么去聊这个话题的，这也特别重要。同时看看世界上不同角落的人是怎么聊这个问题的。对，你看啊，其实很多人说都知道我们要从历史中学习，但是啊，你想我们学的历史，至少我学的历史，从小学学了历史，初中学了历史，高中学了历史。
我就这些年学的历史，这些年学的历史还都是人教版的某一本书上印的历史，我就只学过这些历史。其实啊，很多人高中毕业以后再也没有学过历史，再也没有去学习过，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间段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我们从中可以去学习什么？每一段历史一旦印到书上，都是有一定的扭曲，都是有一定的失真。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然后呢来去看清每一件事情的全貌。这个时候呢，再看，我们能够学到些什么？其实你看每一代，比如说秦朝的这个秦始皇，我们一个角度去看，哇，他是建立了丰功伟业，建立了长城。换一个角度想，也许他建立的长城不光是为了抵御外敌入侵，他还为了防止城里面的人跑出去。他建立的这种统一的思想，也许呢正是这种统一的思想来减缓了一定程度上的科技创新，减缓了独立的思考。因为呢，他希望所有的人都有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所以呢，其实每一种历史的进程呀，它都是有这么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另外呢，你去看到不管是长城啊，还是我们看到Guinness 家族的这么壮丽的一座城堡，其实呢，若干年后也不是属于他，不存在什么是千秋万代。我们建立的这些财富给了孩子，对孩子也许就是害了他的一生，他的游戏就不好玩了呀。有一个游戏叫 GTA， 叫侠盗猎车手，它好玩的地方就是一开始什么都没有，赤手空拳，然后呢捡了个棍子，再后来呢装配了不同的武器，然后呢在这所城市里面打开局面，这就是这个游戏好玩的地方。你可以说作弊码，这个作弊码一按，天上掉下坦克，然后你上来坐这个坦克，坐这直升机里面噼里啪啦，失去了很多前面可以获得的快乐。直接这个游戏啊确实爽15分钟以后，我就想把这游戏删了，因为这个财富一旦给了孩子，在他一走上社会就有了，他的游戏就不好玩了。对，那总结来说呢，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寻找究竟哪个是自己的王冠，哪个适合自己，然后哪个是自己觉得漂亮的王冠的过程中，可能一个小技巧就是可以开放心态，跨时间、跨空间的去寻找这个答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寻找这个王冠的过程中，也要享受过程。好，